辽宁号航母编队完成远洋任务回国，成为军迷们关注的热点。此轮远洋演训任务的完成，也预示着新一轮的亚太航母对抗拉开大幕。来一起详细了解。各位老铁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迷彩虎，我是虎哥。要说军迷朋友们本月最关心的消息是什么？那么辽宁号航母编队出海远洋执行演训任务必定是其中一个。而在出海远洋大半个月，累计起飞舰载机超过300架次，顺利完成了各项演训任务之后，辽宁号编队目前也已经是正式回国，为此次出海远洋任务交上了一份堪称完美的答卷。尽管本次辽宁号8舰编队不论是从舰队配置亦或是演训任务的强度上来说，都堪称是史无前例的，但类似这样的高配大型航母编队的出海远洋行动，对日后的解放军海军来说只会是更加常见、更加常态化。亚太航母对抗这出大戏也才算是刚刚拉开帷幕，辽宁号编队回国只能算是对抗的开始，而非结束。就像是亚太地区的和平稳定搅局者，向来都是奉行霸权主义、爱搞自由巡航的美国一样，虎哥上面给大伙提到的亚太航母对抗这出大戏，当然也是美国人身为始作俑者所一手导致的。首先需要说明的是，尽管美国海军目前面临着不可避免的舰队规模垮塌问题，去工业化和造船业崩塌，导致美国海军新舰入列的造血速度远远赶不上旧舰退役报废的失血速度，美国海军规模会越来越小，不断缩水，全球影响力日渐衰退，是未来一段时间内可以预见到的现实。但在重点战略方向所在的亚太地区，也就是西太平洋水域，瘦死的骆驼比马大的美国海军还是能集结起一支相当庞大的水面舰艇部队来兴风作浪的。这其中的关键核心便是航母。在先前遭遇过几次亚太地区航母真空的情况后，美国海军明显加快了航母部队建设的步伐，主要的调整切入点并非大型舰队航母，而是在那些小航母上，也就是甲板上停一排 F-35B 垂直起降隐身战机的各类2栖攻击舰。这在美国海军的新概念中被称作闪电航母，其所发挥的实际作用也是名副其实，就是为了给那些大航母打下手、补亏空、做实力扩充的。美国海军的最终目的，也就是整个西太平洋在1年当中的任何时候都有搭载固定翼舰载战斗机的航母作为核心战力进行战备值班。就比如辽宁号航母编队此次出海，除了遇见里根号这艘大航母外，还有美利坚号和迪黎波里号这2艘小航母助阵，其上所搭载的 F-35B 垂直起降隐身战机是不容小觑的战力。面对美国海军的咄咄逼人势头，如果是传统的驱护舰远洋编队出海执行演训任务，遇上美国海军这样的大小航母为核心的编队，那肯定是不占优势的，而战时的不占优势就是打不赢。所以不管是从展现对等实力和美国海军在公海上公平竞争的和平角度讲，还是从出海即是为了打赢的战时角度做考虑，以航母为核心的解放军大型远洋编队常态化出海，在日后都是非常有必要的。诚然，在解放军的区域拒止反介入战术战法当中，承担远程反舰打击美航母主要任务的是火箭军的东风反舰弹道导弹部队。但我们也需要明白，在非战时和平年代的大背景下，单靠陆上东风导弹的威慑力就让美航母止步于射程之外，这也是非常不现实的。和平年代下的大国海军对抗讲究个实力同级，这和战时状态又完全不一样。中国海军航母未来的常态化远洋出海，也正是因为有这方面的考虑。当然，从另一个角度上来说，这也是中国海军航母建设发展的一个阶段性成果体现。从辽宁号开始，在山东号壮大，正在全面迈向未来的中国海军航母部队已今非昔比。在2艘航母均已形成完整可靠战斗力的今天，常态化执行战备值班的远洋出海演训任务，这也是水到渠成的理所应当之事。
既是对美国海军咄咄逼人挑衅的回应，也是中国海军航母部队迈向下一阶段建设的重点，于情于理都是应该做的。所以这也就对应了虎哥前面给大家说的，辽宁号编队此次返航回国只是个开始。在美国不断加深对中国的挑衅，在台海局势和南海问题上反复加码，增派更多航母前来西太部署，主动拉开这场西太平洋航母对抗大幕的当下，中国海军的航母未来势必还会更加频繁地迈向深蓝，坚决捍卫祖国统一与国家利益。